接下来我准备的内容是怎么说呢？从时间线来说，应该是2016年到了上海嘛，然后春节之后我就去日本旅游了。当时圈叔圈嫂以及熊老师他们两口子邀请我一起去日本旅游，所以接下来其实很多图片，大概有几十张图片都是日本旅游里面。我是一个好奇心非常重的人，我看见什么觉得好玩或者说新奇，我就会拍下来。但是由于今天我觉得这个日子比较 sensitive， 是不是留到下次来分享日本的所见所闻？不然的话我其实觉得会不会我这个想法有点 over 了，但是呢，我又觉得叫小心驶得万年船。之前还有水友给我发消息说，发发你在某个视频的几分几秒说的那句话，你要不把它截掉吧？我觉得防微杜渐。当时我就很震惊，我说我在这油管上没说什么话呀，而且那个时间我在打游戏啊，我说了什么？然后我就把那个他说的时间点翻出来看一看。我当时在玩小小噩梦，那边不是有一个怪嘛哈，我要躲过那个怪，我要偷偷的跑到其他地方去，不要惊动他。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悄悄的让他不要，他就说我这句话有点 sensitive， 但我知道其实他是为了我好给我发这个消息，但是我会感到一种就有点 sad， 有点 tired 的，就是看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。有些人说在大陆的 Steam 玩家中，乐观派和悲观派有什么区别呢？然后回答说，悲观派正在买硬盘，中间派正在学英语，乐观派还在等春季促销。这就是我们之间悲观派、中间派和乐观派的区别。乐观派还在等促销呢，还等双11啊，就感恩节啊，黑五呢。就是还有人说，仅仅1年前 Steam 中国乐观派宣称不会有 Steam 中国，信誓旦旦的说年年都在传，年年都还没消息。等到没啥铺垫的宣布到来之后，这批人一点没觉得打脸，又转而宣称游戏还能玩，不就没事吗？继续指责他人受迫害妄想。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乐观派能赢，毕竟一直在赢。我也觉得就是不管情况多么的变化，我们一直都能玩到，只是说好事多磨。希望大家就是说保持乐观，以及不要失去联系，多备份，不要失联。网络社会其实好像每个人的距离都很近，但是有时候一瞬间就会失去联系。你每天都在看的平时经常聊的聊友，会突然一天找不到他。希望大家都不要失去联系。接下来我就先暂时跳过日本旅行的环节，快进到韩国。因为去了日本没多久我就去韩国了。韩国作为受害者应该也是可以讲一讲的。但是我去日本是我自费旅行，因为我是一个完全不会日语的人。当时有朋友要去日本旅行，他们又会日语，还做好了全部攻略，我就觉得哇，我这可是我的懒人福音了。我只要跟着他们出点钱，啥事儿也不用干，吃什么去哪儿，语言交通完全不用我担心，我就非常的 happy。 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去了日本，也谢谢他们一路上的工作和照顾。但是当时去日本有点不开心，是因为吃了太多狗粮，而且我那时候被冻得不行了，倒不是因为别的什么。后来去韩国是为什么？是当时我作为一个唱歌非常非常厉害的人，是的，我从初入斗鱼，刚进入这个业界来，就是一个唱歌很厉害的人。那时候我当了一个音乐比赛的评委，叫做鱼塘星音乐，就是斗鱼平台搞了一些音乐活动，然后我就作为评委，就指点江山。那时候大家连麦哈，就像我们的那种歌友会一样，每个选手上去在现场为大家献唱几首歌曲，然后呢由评委点评，大家投票啊，什么给打分啊，最后来选出一些个优秀的选手。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的那个比赛是特别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了，每个都是现场演唱，也没有什么开麦、不开麦、半开麦之类的区别。虽然原始和朴素，但是非常真实。那时候我作为评委，
我也是第一次当评委。这其实当评委还是有讲究的，你怎么夸人，以及怎么指出人家的缺点，但是又不伤人家的面子，还是很讲究的。然后我这个人呢，那时候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合格的评委，就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的知识储备啊，或者经验还不够丰富。有时候我觉得人唱的什么玩意儿啊，但是又不好直说。我说，哎，你设备好像还有点进步空间啊。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体面的去照顾到大家的情绪，又说出自己的想法。而且唱得好的呢，我有时候也有点词穷，说哎呀，唱得真好，但也不能说比我强多了之类的话，还是就是说有很多学问，很多学问。为什么说到这个呢？是因为韩国游就是一个鱼塘新音乐的获奖选手以及评委的一个福利。当时所有的比赛你总得给点好处啊，是吧？大家来参加比赛就有奖品嘛。那个奖品呢，就是获胜选手去杭州是什么鬼？韩国济州岛旅游，公费旅游哈。那时候我作为评委就去了韩国济州岛。当时呢，在韩国济州岛，由于是带着任务的，那时候有赞助商嘛，全程也是直播。不仅有我们这种参加了比赛的人，还有那种专门户外直播，好像请了狗哥啊，还有请了小杰啊，请了很多那种对直播，特别是户外直播有所研究的主播一起去。你想小杰会唱个屁歌啊，对吧？叫他去不就是看他厉害吗？这位精英啊！所以那时候就请了挺多主播一起去韩国济州岛旅游，全程直播，还有搞了一些娱性活动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大家一起搞个比赛什么的，这个 team 那个 team 就搞一些什么谁能够活吃八爪鱼那种啊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比赛，最后比赛的积分获胜者可以回到上海吃帝王蟹。小杰当时无人机掉了，血亏的。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当时在济州岛拍的一些照片，这是很少一部分，因为我很多是用照相机拍的，我就是给你们看一下手机拍的吧，不然的话这个工程太大了。那我又翻到一张截图，就给大家看一下。当时在知乎上有人说2015年表现最优秀的相声演员是谁呢？这位朋友就是给出了他自己心中的答案，我非常同意他。